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Town Talk。今天是本月的有的问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集中回答上个月在我视频下方的评论，或者说是电报群里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本期的视频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回答关于美国境外银行卡的问题，一共是有19个。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美股券商的问题，一共是有12个。第三个部分是关于美国电话号码的问题，一共有4个。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首先是关于美国境外银行账户的问题。好的，这个小伙伴问，国内银行卡用不了，全球付拍住上都用不了它指的是 TransferWise 是目前无法使用全球付还有拍住上进行一个绑定。其实 TransferWise 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全球付和拍住上去直接去绑定到TransferWise 的后台银行账户里面去的，它只能去使用全球付还有拍住上去付款。而且全球付的话，目前不太推荐大家去使用，因为它是一个预付费的卡。使用全球付去付款的话，有一定的概率会被 TransferWise 去封号所以说大家最好去使用我最新出的一期视频里面的一个教程，就是不用去充值，然后不用去实名认证这个账户，然后直接的话在 TransferWise 里面去操作 Send Money 这样一个流程，然后的话使用拍住上去支付港币这个流程的话是目前最简单的。好，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已经在美国账户开户，但是转账为啥要求提供各种证明文件？有什么办法吗？其实美国银行账户开通之后，你的第一笔转账有很大概率都会被银行去审核的，因为它也是为了保证是你本人操作了，为了保证你账户的一个安全所以说会让你提供一些证明的文件。证明的文件其实很简单，一般只会和你核对一下你的证件号码，然后你的账户号码这些最基础的问题。如果大家真遇到审核的话直接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然后跟他核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一般的话，客服电话都会是英文的如果说你英文 OK 的话，当然是可以了。如果说英文不是很熟练的话，最好去找一个英文比较好的小伙伴去帮你去进行。好，下一个问题，国内没有一家银行能支持 Google Pay 的，这种方法根本不行它指的是通过 Google Pay 给 Velo 银行账户或者说其他美国银行账户去入金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我实测是可以成功的。首先的话，你需要通过在 Google Pay 里面去绑定一个国内的双币种信用卡银联的是不可以的，你的卡上面有 Visa 或者万事达的标志才可以绑定成功之后的话，你可以去绑定你的美国银行的一个银行账户当然的话，如果你这个银行账户有实体卡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去绑定实体卡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快捷的，就不用去绑定银行账户。这个我实测是可以成功的。我的电宝群里面也有很多小伙伴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可以成功的。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Google Pay 的它的一个可以接收汇款的额度比较低，最好控制在$200之内。如果说你单笔超过$200的话，很有可能会被 Google Pay 去风控审核。审核的话，它会要求你提供美国的 SSN。如果说你没有 SSN 的话，这个账户这个钱是收不进来的所以这点大家特别需要注意一下。好，下一个问题你好，如果申请到了 ITIN， 但是没有信用记录，能申请信用卡吗？ITIN 的话，我之前也介绍过了，它是美国的一个税号，在某些银行它是可以代替 SSN 去申请美国的一些信用卡，甚至是银行账户但是具体哪些支持的话，这个是需要看你具体去申请哪些银行啦。你可以在银行的官网上面找到底支不支持ITIN 去进行一个申请。好，下面一个问题，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专门去讲过这个问题。支票账户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国内的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你可以去拿它来消费，可以去拿它来投资理财，可以拿它来转账，全部都是可以的，就比较综合性的一个账户。但储蓄账户的话，在美国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存钱。
你储蓄账户里面的金额不能够去消费，也不能够去转账，只能说放在里面去收利息。但这个利息的话是非常低的一年的话可能只有0.3%左右那支票账户的话，它里面的钱是完全没有利息的。好，下一个问题。请问 Paxful 里面的余额和钱包有什么区别？我们买卖比特币都是从余额里支取，还是从钱包里？还是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和功能？其实 Paxful 它本身的余额它是放在你的钱包里面的，其实这两个你可以理解为同一个东西了。好，下一个问题，国内银行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汇到 TransferWise 吗？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的话，国内有外汇管制，所以说 TransferWise 为了符合国内的监管，它是不接受人民币国内账户的一个直接汇款的，而且它也不支持香港银行账户的一个汇款所以这点大家也特别去注意一下，你只能通过除中国包括香港之外的一些银行账户去进行一个汇款。好，下一个问题，如果拍住赏不用了，会有年费或休眠费或者月费吗？这个答案是不会。拍住赏如果你不用的话，它不会有任何的费用的，而且它这个账户的话，它也不会给你注销掉的所以说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都去注册这样一个账户。那目前的话，注册门槛有所提升。首先，之前是可以用中国大陆的电话号码去注册的，但现在的话是不可以，只能用香港的号码去注册。其次的话，注册是需要取护照的。这两个是必须的要求。好，下一个问题，香港卡汇款手续费怎么样？其实不仅是香港卡，任何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银行去进行国际间的一个汇款，都会有3个费用。第一个的话是你汇出银行的费用，第二个是中转银行的费用，第三个是接收银行的费用。这3个地方的话，每个地方都要去收费的。但有的时候，某个银行某个点可能做活动会对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减免。但总体来说的话，这3个地方的费用加起来的话，是大概会在300人民币左右。这个大家去了解一下。好，下一个问题，如何在美国报税？关于如何在美国报税，我之前也做过一期视频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大致来讲的话，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居民的话，在美国去注册任何金融账户之前，都会去填写一个 W8 的表格。填写完这个表格之后，我们很多地方是不用交税的。比如说你在银行里面去炒股你炒股的一个收益是不用去缴税的，只有说股票在进行分红，你有资本利得的时候才会去缴税，而且税额是很低的。我记得只有3%左右。好，下一个问题，我在交通银行开上的网上银行，手头要像小计算器一样的东西，以前在国内也会过，现在人在国外没有实名制手机，想问老师没有手机能操作吗？验证码如何接收？那之前的话，我向大家去进行演示，所有的演示都是用手机银行来进行操作的，因为手机银行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联网也比较迅速。那如果说你实在没有手机银行的话，通过网上银行，就电脑上面的网页版的网银去操作也是完全可以的。好，下一个问题，你好，这个 PayPal 收的个人款可以通过派安银来提现回来吗？这个答案是不可以，因为派安银它本身是只接受对公账户的一个汇款的。比如说你是一个 YouTuber， 或者说是一个站长，你的一个 AdSense 的一个收入是可以用派安银去进行一个收款的。我在视频里面也有演示过但是说你是不可以去接收个人的一个汇款的。好，下一个问题，拥有 BOA 会影响自己去美签证旅行吗？这个答案是不会影响的。如果说你去申请签证的话，签证官他只会看你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况啦，旅行的一个目的啦，包括你的一个资产证明啦他是不会去问你，你在美国有没有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里面存了多少钱了，这些问题是不会问的，这个大家放心。下一个问题，你好，请问现在有哪些可以网银操作转账的银行账户？它指的是有哪些银行可以在网银里面操作向境外进行一个汇款，这个的话要看你的收款银行啦比如说前段时间非常非常热门的 Velo 账户，因为它实在是太热门了，有太多人去用它了，它的申请门槛有非常非常的低，有很多很多的人去给 Velo 这个美国银行去汇款所以说以至于各大银行已经差不多封杀掉 Velo 的一个汇款渠道了。
所以说你现在国内的各大银行一般都给 Velo 去汇款都是汇不出去的，都是会被退回来的。但是除了 Velo，其他的一些银行账户，比如说BOA 美国银行，然后通过我这边开户的一个小伙伴有很多，现在根据他们的反馈，从国内银行去汇款的话，都是可以全部顺利的汇出去的。时间的话大概是1到3个工作日，全部都是可以顺利的成功，没有任何去阻碍的。汇款理由的话，你随便写也没有关系的。但是 Velo 的话就不行。至于其他银行，比如说华美银行或者摩根大通这些的话，我还没有听到小伙伴反馈说这些给国内去给他们汇款也是汇不出去的。好，下一个问题，我在意大利可以不用转运拿到卡吗？它指的是 Monzo。目前的话，Monzo 卡是只支持邮寄到英国的一个地址的。如果说你不在英国住的话，你可以通过淘宝或者其他渠道去找一个英国的私人转运，这样的话，那个基本上也是可以去申请拿到这张卡的。关于转运公司的话，是不推荐大家去使用了，因为转运公司它会对银行卡这里比较敏感，有可能会被退回。好，下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开了标准国际银行基本账户不入金账户有影响吗？目前的话，据我了解，你账户开完之后不入金，目前是没有影响的，也不会说给你去封号的。但是有可能它过一段时间政策会变更，所以说你在需要的时候再去申请这个账户。如果你不需要的话，暂时就不要去申请了。好，下一个问题绑定的银行账户姓名是否要和 PayPal 的姓名一样？答案是不一样也可以的。PayPal 的话，它是支持错名绑定银行卡错名去提现的。即使说你 PayPal 用的是张三注册的，那你提现的时候提现的那张银行卡的名字是李四的，也是可以顺利的提现成功的。好，下一个问题。PayPal 可以入金出金吗？如果可以，是否要求必须绑定美国的银行卡的 PayPal？它指的是否可以出金入金券商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券商的话，必须要用银行账户去出入金才可以。下一个问题，你好，PayPal 绑定的银行账户需要验证，点击立刻验证后出来2个对话框，上面要输入用户名，下面要输入密码，这2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的话，PayPal 验证它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是直接登录网银去进行验证，另一种方式的话是2笔小额汇款去进行验证。如果说你是 Velo 的账户的话，你只能通过小额去验证。那如果说是你 BOA 美国银行的话，是可以通过网银去验证的。如果说要通过小额去验证的话，我之前的视频的话也有讲过如何去操作，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点击我这个视频，然后去看具体的一个操作。好，以上的话就是关于境外银行卡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美股券商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注册完之后，最后无法上传身份证明和地址证明？求教学。这个的话是指德美利证券。德美利证券它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流程和我之前做视频的时候稍稍有点不同。我之前的话是所有的资料填完之后，然后会有3个附件让你去上传。现在去申请的话，有可能会没有这3个附件让你去上传。这个时候的话，你不用去管它，你只要把所有的资料都填好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资料的话是需要你去补充的话，德美利证券会给你发邮件的，然后你直接去回复邮件，问他我到底是缺少哪个资料，然后再把它补充上去就可以了。因为德美利整体的话，它申请流程比较慢，可能1个月都申请不下来，所以说如果说你提交了资料过了2个礼拜还没有反应的话，那可以去打他的中文客服电话去催一下，或者说给他发邮件去催一下，这样的话那个催完之后会相对的速度会快一点。好，下一个问题，刚学习炒股，请问开的中国账户买正股也是免费的吗？需要最低入金吗？需要交税吗？这个它指的是德美利证券。首先的话，德美利证券的话，你买卖正股的话是完全是免佣金的。其次的话，最低入金的金额是没有的，你入$5也可以，入$10也可以的。再次的话是需要交税嘛？交税的话，我刚刚也说过了。如果说你是买卖股票的收益的话，是不需要去交税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些分红的话，只需要交很低的一个税率就可以了。这个不用我们自己去申报，自己去交。券商的话，在去分红的时候会直接把税从你的一个分红金额里面去扣除的，所以你拿到的钱就是扣完税的一个钱。好，下面一个问题，退休人员用不用填写原来的雇主地址、职业代码等？
这个的话是需要去填的，你直接去填你退休前的一个雇主的信息就可以了。好，下一个问题，有欧洲的其他银行卡能给德美丽注资吗？这个的话答案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是美国银行的账户的话，你直接通过 ACH 去入金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是美国之外的银行账户，你直接用电汇去汇给德美丽证券提供给你的一个账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成功注册雪银证券后，网页输入地址提示网页不存在，然后登录后台提示账号不存在或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好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雪银它用的是盈透的一个后台，所以说你注册了雪银之后，雪银在开户成功之后，它给你发的开户成功的邮件里面会有一个盈透后台登录的账户包括盈透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是在你的邮件里面的。如果说你的邮件里面开户成功的邮件里面没有，或者说你删掉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去联系雪银证券的一个客服，跟他说明情况，他会帮你把那个盈透后台的一个账户重新再发给你一遍的，然后你用他发给你的盈透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盈透的一个TWS 或者说的网页就可以了。你用雪银账户的直接给你的一个号码是登不进去的。好的，下面一个问题，请问现在券商出金建议申请什么境外银行卡？出金的话，只要不是大陆的银行账户，都是可以接受券商的一个出金的。那如果说你先把资金从券商出到你的境外银行账户，然后如果说你资金要回国的话，你可以去通过 TransferWise 或者说 PayPal 旗下的 Xmo 都是可以顺利的做到资金回国的。好，下一个问题，老虎证券可以出到 TransferWise 再转到个人的境内账户吗？这个的话，关于券商能否出到 TransferWise 的一个虚拟银行账户的话，这个是要看券商支不支持出到虚拟银行的账户了。根据我的经验，目前大部分的券商都是无法出到 TransferWise 的一个虚拟银行账户的。好，下一个问题，最后一步要提供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然后地址证明，最后的话说是要上传，最后弄完之后，后来又收到一封邮件，让提供账户文书。好的，这个问题的话，有很多小伙伴碰到，就是你申请完账户过了1-2个礼拜，德米里直接发过来一个邮件，说让你提供一个paperwork，就是一个账户文书。这个文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需要你去打电话或者说发邮件给德米利证券去确认的，因为有可能是你的地址证明，有可能是你的身份证明文件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你再去联系他，然后再去得到进一步的详细信息。好，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朋友是分享的话，就是申请德美丽证券的一个期权保证金账户的权限之后，要记得去联系客服去加急处理，否则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也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如果说你等了1个礼拜之后还是没有消息的话，你直接去打德美丽证券的一个中文客服电话。打的时候大家一般在美国的上班时间去打，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之后去打这个时候美国那边是上班的，你去咨询这个的话，得到的回复是比较快的。好，下一个问题是必须要手写签名，打印出来签名，拍照转成 PDF。后面有小伙伴分享可以用软件鼠标签名就可以这个指的是申请开通德美丽证券的期权账户的时候，最后面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签名的。签名的话，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跟大家介绍的话是用数字签名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的话这点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去手写签名。你可以把文件 PDF 传到你的 iPad 上面，然后用笔去签或者用手指头签都是可以，也或者就像下面的小伙伴说的一样，直接在浏览器上面用鼠标去签这个名，签完之后的话再上传给德美丽证券就可以了。好，下一个问题，国内银行的网络银行 App 可以旅游为由汇款至第一证券，从第一证券提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吗？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国内的银行账户是不能直接汇到国外的证券账户的，国外的证券账户也没有办法直接提款到中国的银行的好，下一个问题，
它指的是 TransferWise，可以把这个用作个人对公司的汇款吗？汇去美国的第一证券？这个答案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它是没有办法去直接去汇的。好的，以上是关于券商的问题，下面是4个关于美国电话号码的问题。第一个说你那个付费的临时美国号码只能用1次吧？接收过 Google Voice 验证码之后，还能用其他注册的验证码接收吗？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这个服务它提供的是一个美国实体号码的一个接收验证码的服务。你接收过1次验证码之后，这个号就废了，是没有办法再去接收其他的验证码了。如果说你想要接收其他服务的验证码的话，你在官网再去下单，再去购买它那个服务就可以了。下一个，现在中国地址不能用中文，只能用英文，怎么办？它指的是申请 No Rolling 的时候，我注册的时候是可以填中文地址的，他注册的时候说不可以填中文地址。如果说不可以填中文地址的话，你就去填写中文的一个拼音就可以了。好，下面一个是关于电报的，就电报哪里有中文汉化的安装包这类的话不推荐大家去在网上去下载那种已经汉化好的电报软件，或者说下载那个汉化包，这种的话都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下面有个汉化的链接，你把这个链接发送到自己的电报，然后的话在电报软件里面去点击这个链接，然后就直接语言就变成中文了啦。这个是官方的一个汉化链接，大家可以就放心的去使用。好，下面一个问题，扣费$2之后，如果申请 Google Voice 出现错误，是不是又要重新充值$2，继续接受验证码？这个要看情况。如果说你收到了 Google Voice 的验证码，并且填写之后，你没有成功获取号码，这个时候的话，你先到 Google Voice 的设置里面去看一下，你接受验证码的那个美国手机号码有没有顺利的绑定到你 Google Voice 的一个后台。如果说已经绑定成功了之后，你再去重新去操作获取号码，你多试几次。如果说不行的话，你换 IP 去试，多试几次肯定是能成功的。但是如果说你在后台里面没有看到接收验证码的那个手机号码，说明没有绑定成功，说明这个时候的话是需要你重新再花费$2去接收这个验证码的。但这种出现的概率是极低的。好了，以上就是关于上个月我的评论里面还有电报群里面大家最关心的35个问题。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也欢迎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如果说你没有电报的话，也可以给我发邮件，邮箱的话我也在下面的视频简介栏里面有。希望本期的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在下面点赞并且订阅。你也可以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